這是最敗家的戰爭，一天發射39000發炮彈，整整打了9年，耗費幾十年彈藥儲備，7大軍區輪流上陣，成吨往敵人陣地上扔。但是中國最講究勤儉持家，新中國成立後更是勒緊褲腰帶搞建設。為什麼這場仗卻打得如此奢侈呢？這還要從1979年說起。越南仗着蘇聯支持，把中國當死敵，不僅瘋狂排華，還越界殺人放火。中國一再警告，越南卻根本不當回事。中國邊防部隊忍無可忍，被迫奮起還擊。半個多月後，我方認為已經達到了自衛還擊作戰的預期目的，開始撤軍。而越南非但不買賬，反而趁勢侵占了邊境線上幾乎所有制高點，其中就包括戰略要地老山。依托這些高地，越軍持續向中國境內開槍開炮，5年間發射炮彈4萬多發，打死打傷邊民200多人，導致3萬多畝土地無法耕種，數十萬邊境老百姓有地不敢種，孩子有學不敢上，民不聊生。更讓人頭疼的是，蘇聯也來橫插一腳，他們每年給越南幾十億美元援助。越南自稱世界第3軍事強國，要搞什麼印支聯邦，妄圖稱霸東南亞。而當時的中國腹背受敵，北有蘇聯100萬大軍壓境，南有越南不斷挑釁。1984年4月28日，忍無可忍的中國軍隊發起老山戰役，僅用5小時20分鐘就攻克主峰。本來打算見好就收，但就在這時，技偵部門截獲了一份關鍵情報：越軍正在集結主力，準備發動代號 MB-84 的大規模反擊，不惜一切代價奪回老山。這份情報徹底改變了戰爭走向。中央軍委做出一個大膽決定：不撤，不但不撤，還要讓各大軍區輪番上陣，把老山變成全軍的實戰訓練場。7月12日，越軍傾巢出動，8個團18000人猛攻松毛嶺，我軍依托強大炮火進行覆蓋式反擊，8小時內發射近4萬發炮彈，單日斃敵3300餘人，創造了單日殲敵紀錄。戰後統計，越軍80%的傷亡都是被火炮造成的。這種打法看起來極其敗家，實則暗藏玄機。這些炮彈是中國幾十年來為防備蘇聯入侵而大量囤積的戰略儲備，但是彈藥也是有保質期的，不打掉過幾年也要銷毀處理，不僅浪費，銷毀也要花錢。現在扔到敵人陣地上，既消滅了敵人，又練了兵，還清了庫存，一舉3得。而越南為了支撐戰爭，每年把 GDP 的40%投入軍費，工業直接倒退20年，通貨膨脹率飆升到天際，一個軍官的工資養不活自己，整整一代青壯年被戰爭吞噬。越南背後的蘇聯更慘，不僅要援助越南，還陷在阿富汗戰爭的泥潭裡，同時還要跟美國搞軍備競賽，三線作戰入不敷出，國力急劇衰退。反觀中國，戰場上炮火連天，後方的改革開放卻如火如荼。1985年，我們甚至在戰爭期間宣布裁軍100萬，這份從容背後是對全局的精準把控。那麼，這場看似燒錢的戰爭，最終造成了怎樣的結局？又是如何影響整個世界格局的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揭曉。